如果你居住在北欧或北美，你所经历的天气部分取决于北极高空激流的变化。高空激流是一种强大且持续的风，从西向东环绕地球，位于地表数英里之上。北极高空激流的曲折流动可能会将寒冷的北极空气带到美国中西部，或者将大西洋的风暴带到爱尔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趋势的频道，我是摩西。高空激流的形成与地球上的温差有关，在赤道地区，阳光直射导致该地区比两极更温暖，这种温差导致了大气压力的变化，进而形成了高速的风带，即我们称之为的高空激流。对于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那些受到高空激流影响的国家，了解这种自然现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例如，日本的冬季天气受到了这种激流的直接影响。当激流偏南时，日本的雪季可能会更加寒冷和湿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年份日本的某些地区雪量会超出平均值。正如大多数天气现象一样，科学家怀疑高空激流的流动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过去150年的数据表明，北方的高空激流在这段时间内变得更为强劲。但从气候角度看，1个世纪的时间并不算长，因此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这种加强是否是自然现象。然而，气候变化的现实确实对高空激流产生了影响。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赤道地区的温度上升速度比两极地区慢，这导致了温差的减小。理论上，这应该会导致高空激流减弱，但实际观测结果并非如此简单。在地质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福建师范大学的李妙法和瑟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的斯洛伯丹·马尔科维奇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气候科学家经常检查古老的极地冰层中的空气，以获取数百甚至数千年前气候的信息。研究者指出，通过查看塞尔维亚2个洞穴中的岩石化学组成，可以得到非常类似的结果。与许多洞穴相似，位于塞尔维亚的东南部 Surjanska 洞和 Prekanska 洞的地面上，都散布着称为石笋的薄石柱。这些是由从上方的岩石滴落的水非常缓慢地形成的，每滴水都携带着溶解的矿物质。如果水多年滴在同一位置，石笋就会逐渐形成。关键是，分析石笋的矿物成分可以揭示制造它的水的信息。研究者之所以对塞尔维亚感兴趣，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如何影响其天气。该国的降雨类型取决于北极高空激流的强度。当它吹得很强时，它倾向于带来形成在大西洋上的云；当它较弱时，云倾向于从地中海飘来。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现象，科学家们还研究了其他地区的石笋，包括中国、印度和南美洲。这些研究表明，高空激流的变化不仅影响了塞尔维亚，还影响了全球的气候模式。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北大西洋高空激流似乎比过去的2500年中任何时候都要强。当他们在岩石中看到已知的气候事件的特征时，他们对自己的方法更加有信心。例如，公元前300年至200年持续的罗马温暖期，以及大约从300年到700年的黑暗时代。有趣的是，数据显示，在较冷的时期，高空激流较强；在较暖的时期，高空激流较弱。这与今天所看到的趋势相反。为什么现代高空激流似乎与过去相反，尚不清楚。研究者提出的一个可能性是北大西洋温暖洞的大气影响。这是一个从加拿大北部的哈德逊海峡延伸到爱尔兰西海岸的异常冷的水体。它被认为是由于格陵兰冰盖的融化和大洋传送带的减弱造成的。这些传送带将热带的温暖水输送到更高的北纬。
也许从其他洞穴中的其他石笋中获得的更多数据，可以帮助揭开这个谜团。给本视频点个赞，我们下期不见不散。